克里米亚俄军机场严重受损，是乌克兰开了炮，还是俄军自己点的炮？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这几天呢，由于佩洛西帮衬嘛，大家特别关注的都是解放军在台海的军演。俄罗斯跟乌克兰打得那么努力，我们都没怎么看，有点对不起二位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继续回头看俄乌。最近呢，围绕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俄军萨基空军基地发生的大爆炸，双方又陷入了嘴皮子争吵。这次爆炸呢，规模挺大的，俄军损失的飞机大约有10架左右，可不少了。乌克兰方面宣称这是乌军发起了打击行动，但是乌军自己都没有说清楚是用了什么手段打的。有人说是用战术导弹打的，还有乌军官员说是乌军的特种部队萨满营渗透过去，发起了一个破袭作战。俄罗斯方面则说，这不是有人故意干的，是机场上有的人不遵守消防规定，乱扔烟头，引起了爆炸。并且呢，俄罗斯媒体还语重心长强调了一下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但是俄方这个表态确实显得过于冷静了，给人感觉是在解释什么，或者是遮掩什么，大概是不想让公众觉得乌军有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怕影响自己后方士气。而且现在卫星拍摄的照片也确实让烟头的说法有点站不住脚，因为如果是烟头引爆的弹药，那么卫星照片上看到的应该是一个起火爆炸点导致的火灾向周围蔓延，然后燃烧爆炸的痕迹应该是在机场上连续的。而实际的卫星照片上显示，机场上出现了多处弹坑，每一个弹坑周围形成一个爆炸区域。而那些被炸毁和烧毁的飞机是在相隔很远的不同停机位，但是每一个弹坑周边有几个飞机被摧毁，而且不同的爆炸区域中间地带还有2架苏24保存的是相当完整，也就是说不太可能是一个爆炸起火点蔓延开的，是多点同时发生了爆炸，所以很难相信会有这么多俄军同时在机场里往炸弹堆上扔烟头吧。所以多数人愿意相信，确实是乌军采取了某些行动。那么大家很容易想到，就是乌军是不是拿到了美军的陆军战术弹道导弹，并且用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导弹进行了攻击？因为如果不用这种导弹，海马斯的火力范围根本就够不着萨基空军基地。另外，也有人说，乌军有自己的新型战术导弹，就是当年沙特花了6000万美元在乌克兰定制的雷霆2战术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最大射程能到450公里到500公里，射程肯定是够用了。而且末段可以使用光学电射制导红外成像导引头，或者是末段主动毫米波雷达制导，那么打击精度应该会相当高。这种导弹2016年就完成了试射，会不会是乌军把这个东西又拿出来了？至于乌军说的萨满营或者是游击队发起破袭行动，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萨基空军基地距离前线距离太远，萨满营要渗透进去用时太长，风险太高。而且萨满营几次袭击都是夜间用直升机通过低空渗透进去的。萨基空军基地的爆炸是发生在白天，不是晚上。况且机场上主要弹药库都没有被破坏。如果萨满营的人能够在整个停机坪的2端都放炸药，那么为什么会放过几个这么大的弹药库呢？特别是几个大弹坑，更不是地面破袭那么容易打出来的。到底是乌军开炮还是俄军自己点炮，我们以后可以慢慢瞧。不过停机坪上飞机应该如何摆放，如何防止对方1枚导弹干到自己多架飞机，这件事情算是个生动的教材了。这是我们可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咱们沿海那些基地也应该借这个机会对自己进行一下评估，看看我们机坪的防护手段是否充分。别人打仗，我们可不能只当吃瓜群众，千万不要忽视其他人已经付出的代价。好，关于克里米亚俄军萨基空军基地爆炸给我们带来的警示，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